你是否听说过牛猎之刑？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处刑方式，把犯人的脚跟公牛绑一块，公牛一拉，人就会被分尸成残肢断臂。但今天这个犯人不好惹，牛都累趴了，对方依然不动如山，毫发无伤，周围围观的群众都惊了。其实牛猎已是下策，之前他们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了，断头没断刀断了，火烧衣服都没了，人还是没事儿。面对这些低级的处刑方式，他连一根手指都懒得反抗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还真的希望这帮人能干掉自己。他叫画眉丸，来自个叫石隐村的地方。那儿的孩子一出生就得经历狠训练，学杀人的手段，能成忍者的没几个。画眉丸是石隐村最强的，他那身体不得了，小时候父母被村长害死，他就变成杀人机器，手上血多得数不清，早忘了啥叫生命。直到村长把女儿嫁给他，命运轮开始转了，跟村里那些杀人的不一样，他就是个纯真的大小姐。从那以后，画眉丸的世界亮了，他就像亮光，照亮了他的世界。男主决定金盘洗手，跟妻子过无忧的日子。村长挺爽快的答应了，只是让画眉丸干最后一票，干完就自由了。但任务快完的时候，画眉丸被伙计背叛，他知道都是村长的安排，就算跑了，村里也得追到天涯海角。于是画眉丸干脆不挣扎了。衙门人把画眉丸的话记下了，同事劝那女人别靠他太近，画眉丸的危险他想都想不到。初次擒他，牺牲了好多精英。传说画眉丸是个不流血不流泪的怪物，根本不在乎生命，甚至连自己的都不在乎。女人听了都有点懵，既然一心想死，为啥捕捉时牺牲这么大？明明不想活了，为啥行刑时会本能反抗？画眉丸自己也搞不懂。直到今天，画眉丸被带到个特别的地方，走过黑漆漆的隧道，推开大门，一股致命的威胁迎面而来。看到前面跪着个剑士，正是那记笔录的女人。女人名叫山田浅卫门左切，是个实力不可思议的斩首人。既然画眉丸想死，左切就来帮他完成愿望，给他个痛快的。四目相对那一刻，画眉丸感觉自己头都快分家了。死亡的威胁下，画眉丸本能的冲破束缚。左切见状迅速拔刀，要不是画眉丸及时躲开，他明天就见不到太阳了。这时左切说，要是刚才没躲，求死愿望就实现了。画眉丸或许不知道，左切见过太多这种场景，在他刀下，人都会露出真性情，绝大多数都会跪地求饶，少数像画眉丸这样，那所谓的求死只是自欺欺人。恼羞成怒的画眉丸直接抢过刀朝左切砍去。左切话犀利得很，直戳画眉丸的伪装，妻子是他活着的唯一意义。画眉丸虽不想承认，但左切说的全对，妻子给的正是画眉丸内心深处渴望的那份温柔。他本来就想过个平平淡淡的生活，可在石隐村这种事根本不可能，谁都活不了平凡，无论是亲人惨死还是妻子被毁容，这些画眉丸都没得选。就连村长最后的任务本来就是个圈套，画眉丸抱怨这个世道的不公，连那么简单的愿望都实现不了。左切突然拿出一份手绢，说他的愿望可以实现。左切告诉画眉丸，这是幕府发的赦免令，不管什么罪都能一笔勾销，还能得到保护，就连石隐村的刺客也不敢来干扰你。但天下没白吃的午餐，想要这赦免令，得去个叫极乐净土的地方，那里有种长生不老的药，把药带回来就能换赦免令。民间传说那是个比已知海域还要远的地方，没有悲伤痛苦和情绪。贵族们派人去过5次，结果都一样，人没了，船上全是鲜花，每朵花都是从人体里长出来的。但这没让贵族退缩，反而更信那里有长生药。他们下令让所有死囚上岛，能带回宝药的就赦免罪行。左切来这儿就是来挑选合适的人。画眉丸实力非凡，心里还牵挂着人，他是去岛上找药的最佳人选。左切给画眉丸2个选项，第一个是拿到赦免令，跟妻子过平凡生活；第二个是直接送他上西天。就在那一刻，画眉丸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，妻子的一幕幕记忆在脑海中浮现，不知不觉流下了泪水。画眉丸答应了左切的要求，旁边官府的人还在硬逼，定要把他处死。解决了麻烦，画眉丸和左切踏上了登岛的旅途。从仙境回来的唯一幸存者，竟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怪物。即便如此，为了求得长生不老，权贵们还是选择用生命去探索仙境。死囚正是他们的工具，包括画眉丸。所有被选中的人都集合到操场，双手被绑，眼睛被蒙，头随时可能落地。人员聚齐后，台上的大佬开始发话，只要能把仙药带回来，无论犯了什么大罪，都能一笔勾销。听到这里，这群亡命徒不淡定了，画眉丸还是不在乎的样子，还在玩弄脸上的纸张。这个行为引起了旁人注意，从发色和体型判断，女人断定她就是石隐村的画眉丸。她不像传说中那么凶残，反倒像个毫无战力的小菜鸡，就连左切都怀疑是不是抓错人了。将军让死囚们摘下纸张，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，白布一摘，竟是个满身鲜花的人。他双眼无神，像是被鲜花吸走生命，就连这些刀尖上舔血的人都觉得后背发凉。男人原是上岛寻药的调查团成员，也是唯一的生还者，自从回来后身
上的肿包竟冒出鲜花。这次上岛到底会发生什么？没人敢打包票。名壮汉立刻表示退出，与其变成那样的怪物，不如在监狱里待到死。话音刚落，壮汉的头颅瞬间飞出几十米远。既然来到了这里，那上不上岛就由不得你们选了。这时台上的大人们继续发话，每个死囚都会分配1名斩首人，在上岛的期间内，斩首人可随时将你们就地砍杀，而倘若他们不能活着回来，对应的死囚最终也是死路一条。除了这件事之外，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，船只容纳的人数是有限的，而且同行的斩首者只有10个，所以你们懂得。话音落下的一瞬间，场下立即有人动手，整个操场顿时成为一个互相厮杀的牢笼。所谓人数有限，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场上的人数变少。由于他们的双手被锁死，大部分的死囚都无法正常战斗，而其中少数人却能完全无视。他们都有着极其强悍的实力，甚至还拥有着各种技能。例如这个抓着人当剑使的大叔，就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剑龙；又例如先前那个女忍者，单枪匹马血洗了一座城府；还有这个躺在地上的巨人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就连几百斤的灰熊也只是他的随口零食。然而里面最有名的，莫过于行走的杀人机器画眉丸。可此时的他却根本不屑于参加战斗，反倒要求换一种筛选方式，因为自己不想杀人。然而台上的贵族们却根本没理他，而且放出号令，谁能杀死画眉丸就能获得上岛资格。此言一出，场下的人瞬间沸腾了。杀死一个比孩童还瘦弱的男子，就像喝水那么简单，眼看着躲不过，画眉丸唯有反击。按理说他这种算正当防卫。画眉丸自言自语，朝人群走去。他真不想杀人，真讨厌。就在这时，有人的脖子被一脚踢断，接着又有人的喉咙被咬破，惨叫声立刻充斥整个战场。动作很辣，一击必杀，绝不多打一招。台上的贵族震惊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空壳画眉丸。连山田家的职业斩首人都吃惊，佐切因画眉丸的举动陷入深思。他杀人时总感到迷茫，直到今天才明白，不是下手狠就能减少怨恨，而是要有承担生命的觉悟。战斗到最后，最终有10人通过了审核，获得了上岛的机会。他们和斩首人一起进入了极乐净土，去寻找长生不老的秘密。他无意间看到一只长着人脸的蝴蝶，然后看着手上的脓包，毫不犹豫地砍下了自己的手掌。谁料地上的手立刻变成了一段枯木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又一波怪物悄然出现。这次是一群10多米长的蜗牛，每只蜗牛嘴里都冒着手指。这恐怖场景吓坏了他们。这时背后走过一只巨大怪物，那是一种完全未知的恐怖生物。权贵们为寻找长生不老药，挑了一批顶尖的死囚进入仙境。他们没想到，上岛的第一刻，血腥厮杀立刻开始。不管是四犯还是囚犯，或是四犯和斩首人，都陷入了一场混战。死囚为了活命不择手段，用各种方式寻求生存。但画眉丸这边却出奇的平静，反倒是因为手绳问题吵起来了，完全不知道这地方有多危险。保守的佐切催促画眉丸把手绳绑紧。正当两人吵得不可开交，一大铁球直朝画眉丸飞来，佐切立刻冒出一身冷汗，画眉丸直接被弹飞了几十米。偷袭的是这次上岛的死囚之一，这名男子叫歪之庆云，他曾为了抢夺极品武器杀过无数人。他以为这次能一击必杀画眉丸，但他还是太天真了。画眉丸好像完全没事一样，边拍灰尘边站了起来。歪之庆云看到这幕更是激动，只有这种强者才能锻炼自己。画眉丸和歪之庆云看样子要开打，身为看守的两人却没出手阻止。但在真打之前，佐切还是坚持原则，要画眉丸把手绑好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庆云继续他偷袭的老套路，趁画眉丸忙着绑绳子时猛攻，但这些攻击完全没效果，像是蛋壳撞石头，碎了一地的武器。这时画眉丸终于动了，一个膝撞把他撞上天，武器四处飞散。画眉丸抓住时机，一脚踢在武器的尾部，长枪带着劲飞速射向庆云。佐切看着这一幕，觉得庆云肯定没战斗力了。可等烟消云散，他又站起来了。没想到他把铠甲封在身上，刚才的攻击没伤到他分毫。庆云正想反击，下一秒就被干掉了。感觉画眉丸连热身都没热完，看到歪之庆云败下阵来，斩首人七圣面无表情地砍了他的头。画眉丸准备好了战斗，但七圣没打算和他打，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带走首级。临走前，七圣还友好提了个醒，这次探险的仙境虽危险，身边的犯人也不能大意。当初权贵设的规矩，一上岛就已经崩塌了。这帮死刑犯人本来就不按规矩来，想尽办法减少竞争对手，甚至在上岛前就已经开始动手了，连带着斩首人也躲不过一劫。之前那个巨人大哥上了岛就对斩首人发起了攻击，斩首人迅速拔刀还击，刀锋和拳头碰撞的瞬间，原本无比锐利的长刀瞬间破碎。只用了一招，斩首人整个人就被炸成了碎片。有些女死囚利用自己的美色想要诱惑斩首人，最终却倒在一片血泊中。有些想要
结盟反抗的死囚也都变成了冰冷的尸体。七圣透露了高层的秘密，这次除了他们之外，幕府还特地召集了石隐村的忍者上岛。这次的任务还包括要找出山田前卫门的下一任家主。七圣思索良久，最后决定先对付画眉丸。就在那一刻，别开这种无聊的玩笑了。七圣意识到留下来很危险，他刚走，画眉丸突然拔刀向左切砍去。如果让石隐村的人先一步，所有希望都没了。所以他决定先拿下左切这个麻烦，毕竟他太固执了。明显左切不是画眉丸的对手，仅仅是试探性的攻击就让他手忙脚乱。画眉丸的攻击看似凶猛，实际上却没有丝毫杀意。他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，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死左切，但画眉丸就是下不了手。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画眉丸想起了村长的话，如果不能变得更强，别提保护心爱的人了，连自己都可能活不下去。画眉丸的眼神突然一变，直接将左切的长刀砍断。危急时刻，左切拔出刀鞘抵挡，但这只是徒劳的挣扎。现在的画眉丸已完全控制了局面，随之而来的左切的命就悬在画眉丸的一念之间。感受到他那滔天的杀意，左切彻底绝望了，认命的闭上了眼睛。正当画眉丸要挥刀直下时，一只小手阻止了他。妻子模糊的身影浮现在他背后，看着眼前眉头紧皱颤抖的他，左切终于感觉到了他心底的那股情感。原来空壳式的画眉丸并不是无情的，不知不觉中，左切竟然有点期待能看到画眉丸真正的内心。于是他决定把之前的事放一放。虽然两人仍是对立面，但画眉丸已经不再是那个冷酷无情的人。相传在神秘的极乐净土里，有不计其数的怪物，他们身披袈裟，颈挂佛珠，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，明明不是人，却能说人话。然而岛上真正的危险不是这些怪物，死囚们为了找到长生不老药换取赦免令，争先恐后的登岛。他们每个人都是高手，本以为轻而易举就能搞定，但他们不知道这座岛有多危险。刚上岛不久，画眉丸就碰上了有6只手臂的鱼形怪物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怪物就向他发起了攻击。凭借他敏捷的身法，画眉丸闪身躲过攻击，并迅速拉近距离反击，朝鱼头重重一脚。想象中的致命一击却没发生，反被怪物的触手抓住。幸好画眉丸够强壮，拍拍身上的尘土站了起来。经过刚才的试探，他知道这怪物很危险。这么多年的历练，画眉丸从不和不明身份的人正面交锋。正想抛下左切逃走时，鱼人的触手突然袭来，抓住画眉丸乱砸一通。左切不禁微微动容，这还是头一次见他受这么重的伤。这岛简直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。画眉丸立马想着要逃，可一转眼，他们就被怪物围个水泄不通。看到这一幕，真是骇人听闻。左切差点就地晕倒，后路全被封死，退路全无，只能拼命杀了。怪物一瞬间就被火焰吞噬。这时候的画眉丸像是换了个人似的，他不再思考，像修罗一样疯狂，用残忍的方式疯狂收割生命，血花四溅，残骸满天飞。左切都迷糊了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怪物？他分心的瞬间，怪物居然偷袭他。他虽然躲开了，但被缠得动弹不得。画眉丸第一时间就发现了，甚至他自己都觉得惊讶，怎么会在意一个陌生人的安危呢？但他还是本能的救了左切。下一秒，刀光闪过，那鱼人瞬间被秒杀。是山田家族的斩首人赶到了，还带着他负责的4名女忍者杠，还有另一个斩首人。地上满是尸体，女忍者意识到了画眉丸的厉害，她马上就用色诱试探他。迷人的语气和身体接触，普通人肯定抵抗不住，但现实是残酷的。画眉丸意志坚定，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目的。这时女忍者杠建议结盟，毕竟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左切好奇，为什么他会有2个斩首人陪同？原来是另一个死囚被杠的美色迷惑，被骗得团团转。为了确保斩首人安全，那男的觉得跟着杠很有必要。画眉丸觉得无语，他肯定是被色诱迷住了，但画眉丸没揭穿他，反而觉得结个盟也不错。杠突然又扑上来了，女忍者说她能提供情报，在这座岛上最危险的不是刚才那些怪异的怪物，而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虫，比如人面蝴蝶，带的粉尘有迷幻作用，被咬的地方会立刻爆开，还有看着很恶心的窝，毒很猛但只吃腐肉，这些都是他亲自试验出来的，保证真实。了解了这些情报后，画眉丸就答应结盟了。接着又碰到了人肉攻击，同时在另一边，黄毛也被怪物袭击了。奇怪的是，和他一起的斩首人竟然叫他哥哥。为了救黄毛，他决定独自闯进山田道场，凭借天赋异禀，快速获得了斩首人的证明，自然而然地来到了哥哥身边。这次上岛的旅行，他们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：消灭所有人，独占长生不老药。一个3岁的小孩因为太饿，一夜之间灭掉了整个村，连自己的父母也没放过。男孩叫陆朗泰，出生时体重就有400斤，他生来就有神力，随手就能破山碎石。他也是这次寻药的死囚之一。他的同行是山田家族最顶尖的斩首人，但即使是这样的大佬，
也扛不住巨人的一巴掌，被活活砸成了肉泥。现在巨人盯上了左切，另一个斩首人想救他，一不小心就被巨人摸了一下，结果被炸飞几十米，身体被打穿了一半。中了这一掌，那人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，于是赶紧催左切快跑，可提醒已经晚了，巨人不知啥时候已经到了他们后面，遮天大手眼看就要落下了。画眉丸及时赶到，一脚踢飞了巨人，可这全力一脚居然没在巨人身上留下痕迹。正在琢磨对手弱点时，巨人直接把旁边大树连根拔起，带着泥土狠狠砸来。幸好画眉丸侧身闪过，否则可能就没战斗力了。他让女忍出手帮忙，没想到对方说两人就是结盟，他只提供情报，打架这种累活还是让画眉丸来。可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巨人庞大身躯已经逼近，画眉丸想一点破灭，可手掌接近时却退缩了，直觉告诉他这一掌中了肯定会死。这肯定是画眉丸遇到的最强对手，肉体刀枪不入，行动还特别快。于是他决定拉开距离远程攻击，石头带着巨力飞射出去，宛如炮弹一样。可这攻击落在巨人身上，就像刮痧一样，没有任何作用。无论画眉丸用什么武器打在巨人身上都白搭。一时间画眉丸束手无策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刀光闪过，巨人的手指被切断了。原来是左切赶来帮忙，他瞄准的是巨人骨缝，再硬的身体也能一刀两断。这时的左切不再迷茫，眼神充满了坚定。这种情况下，必须找到机会一击制胜，而巨人那变态的恢复力，很容易把他们俩拖垮。画眉丸顺势引开巨人攻击，左切则趁机砍向他的腿，但这一刀并没有奏效。他们想再来一次同样的招数，关键时刻却又出了岔子。由于刚才那次攻击，画眉丸的脚现在不由自主的颤抖，可见这巨人的攻击力真是疯狂。两人正商量对策的时候，一声巨响突然响起，原来巨人饿了，这声音震耳欲聋，连远处围观的队友都受到了影响。画眉丸更是近水楼台，他甚至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，硬生生挨了巨人一巴掌。尽管他很快爬了起来，但已经受了重伤，巨人的下一击已经迫近，画眉丸却动弹不得。正是生死关头，左切突然冲了出来，和那巨大的拳头相比，他显得格外渺小。但正是这样的他，一次次避开了致命攻击。画眉丸知道自己没看错人，当他的迷茫消散，左切的实力真的很强。这时巨人倒下了，左切本想直接砍向他的脑袋，可惜没打中。随后画眉丸想到了新招数，他戴上了口罩，身上突然冒出熊熊火焰，他把忍术用在石头上，疯狂地踢向巨人。然而这些攻击连皮都没划开，反而让他自己受了伤。但画眉丸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原来他是要点燃周围的树，火焰和烟雾会上升，以那巨人的体型，很快就会中毒。真的如此，巨人很快就撑不住了，终于跪倒在地。左切见状迅速拔刀，没想到巨人还能反击，幸亏画眉丸及时发现，他全力压制巨人。左切全神贯注，深吸一口气，干净利索地结束了巨人的生命。这会儿火势已经没法控制了，两人马上往远处撤，利用岛上的混乱，正是找宝药的绝佳机会。下一刻，他们目睹了震撼人心的一幕，身体被砍成两半，却像啥事也没有，看着无数新芽在蠕动，不一会儿就恢复原状。这就是极乐净土的天仙，他们没痛感，不死不休，就像岛上的大佬，一念间能操控一切生命。所有进岛的人都得受惩罚，但仙人不会取他们性命，只会把他们丢进洞里，在这洞里人不会死，反倒是得到了永生，成了不死不老的活死人，最后变成制药的原料。画眉丸那边，大家对荒村的景象都惊呆了，身后还有个陌生人偷看，画眉丸立刻就注意到了，马上冲过去。在这诡异的岛上，陌生人出现实在不寻常。画眉丸正要得手，一个巨大的树人忽然攻击，画眉丸赶紧躲开，小女孩却已经跑远，她把树人踢到女忍者那里，继续追小女孩。左切借守护画眉丸之名，把树人交给别人处理，跟着画眉丸去了。小女孩年纪虽小，但在森林里很灵活，幸好画眉丸也挺快的，跑酷嘛轻轻松松。就在下一秒，小女孩突然来个过肩摔，画眉丸直接懵了，小女孩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？这时左切在后面大叫，已经把你围住了，快点投降吧。没想到还真管用，小女孩停下了。左切刚靠近，一拳震天响直奔她而来，画眉丸及时现身，双手合十挡住了这拳。这一拳的力量真是太震撼了，差点把陈年老血都震出来。画眉丸看到这一幕，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，他迅速拔出无数藤条，直接把小女孩捆个结实，然后把她悬挂起来。谁料女孩突然哭爆了，左切马上解开藤蔓，跑来仔细安抚她。虽然过程很曲折，但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。女忍者那边的战斗也结束了。在讨论接下来的计划时，地上的树人突然开口说话了，希望他们能放过小女孩，作为一种交换，他愿意带他们进村。根据树人的情报，村子1000年前的景象完全不同，
他们意识到了其中的含义。树人可能已经活了1000年。树人随后带他们进了屋，他们之前遇到的怪物原来是仙人饲养的保护兽，以保护岛屿为目的。他自己其实是岛上的原住民，他们要找的仙药名叫丹，确实能让人长生不老。岛上大致分为3个区域，最外围是海岸线的瀛洲，内部是村庄所在的方丈，最中心是蓬莱区。长生不老药就在蓬莱，但想拿到药物难度堪比登天，因为有天仙大人镇守，所有闯入者最终都成了丹药的养料，没有人能活着离开。得知这些关键情报后，众人异常激动。画眉丸决定去浴室处理伤口，没想到一进门就碰上小女孩，小女孩瞬间泪奔，幸好左切紧跟着来了，看到小女孩身上的脏东西和伤痕，还有那些长长的伤疤，就打算用旁边的洗浴用品帮她洗洗。洗完后，小女孩仿佛重获新生，身上亮晶晶的，画眉丸也洗干净了。想起妻子曾经说过，越是逼近极限，越得放松一下，否则还没开打就挂了。他的右眼伤疤并没有影响他的美，反而成了画眉丸心头最珍贵的，小心翼翼的守护。分别前，画眉丸对小女孩说，不要因为伤疤自卑，他见过的有的女人伤得更重，可她们比任何人都美，真正的美是心灵的美。听完这话，左切开始重新评价他，也许画眉丸不是坏人，他身体破碎，头也烂了，但他活得很好，还忍不住笑出声。他破碎的身体开出了花，血红的花瓣裹住了他。下一秒，一个双性怪物诞生了，谁也没想到，这恐怖的异种正是岛上的主宰，他就是那位天仙。几千年前，一位强者为寻求永生，把岛变成巨大炼丹炉，为追求极致，直接用岛上人做原料，大部分试验品都变怪物，剩下的变成不死的树人，只有7个半成功的试验品。现在的天仙继承了大能的意志，通过不断猎杀，研究出炼人成丹的方法，成为了不死不灭的存在。岛上能对抗他们的，只有石影重和画眉丸，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修的是什么忍术，和天仙的术法是同根同源的，所以才有能呼风唤雨的本事。可一旦真刀真枪的战斗打响，画眉丸竟不得不用生命去搏，但他得活着回去见妻子，他必须要活下来。就在不久前，急着想回家的画眉丸决定自己行动，他没告诉其他人，独自一人前往岛中心的蓬莱。可眼前的景象让人想退缩，看到无数树人合十祷告，嘴里念着难懂的经文，岛上到处都是邪异的气息。正当他深入探查时，画眉丸突然遇到了个阴阳怪气的人影，难不成是传说中的天仙大人？话音未落，战斗就突然爆发了。激烈的碰撞之后，天仙的手腕直接断裂。抓住机会，画眉丸立刻接上一招，对着天仙的头狠踹一脚。可这一脚没起什么作用，天仙立马恢复如初。既然肉搏没用，那就来点魔法攻击。画眉丸的脚下冒出火焰，猛踹天仙的头，火焰立刻点燃了他的全身。画眉丸以为这下结束了，可下秒钟，烧焦的天仙突然瞬移过来，给了他一顿猛如雨打的拳脚。画眉丸直接被打飞，但他的身体经历过无数磨砺，这点伤害对他根本不算什么。第2轮激战再次展开，画眉丸完全不顾自保，宁愿自己受伤也要给对面一拳。这时他使出了全力，可天仙的恢复实在太厉害，画眉丸的攻击好像一点用也没有，到头来受伤的只有他自己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凭借战斗本能，画眉丸猛踹天仙的肚子，没想到这一下竟然让对方吐血，显然这一下伤得不轻。画眉丸还没反应过来，天仙一瞬间变成了个女人，然后就是像空气炮一样的攻击，道道看不见的力量在他体内横冲直撞。这种力量对画眉丸来说完全是新鲜事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反抗，绝望的感觉慢慢包围了他。就在画眉丸快昏过去的时候，妻子的脸在他眼前一闪而过，他体内突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，为了能回去见妻子，不管面前是什么天神，他都得活下去。既然挡不住，那就全力以赴攻上去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他就绝不认输。既然你恢复得快，那我就打得你来不及恢复。在画眉丸这种豁出去的战斗方式下，天仙竟然完全被打垮，最后直接被一拳打爆了。画眉丸知道他还没彻底完，立马追问丹药在哪里，对方却是一声冷笑作为回应。下秒从肉泥里长出无数鲜花，天仙转了个身变成了诡异的花苞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天仙，完全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。就连习惯见血的画眉丸也被这一幕给吓到了，他强忍着恐惧打起精神，顿时电光火石四射，画眉丸差点被电得昏头，本想跳起来反击，结果动作早被天仙看透，无处可躲的画眉丸再次中招。这时他的身体都快散架了，连平时的活法都使不出来，攻击如潮水般涌来，画眉丸最终彻底昏了过去。在以前的任务里，不管多危险总能安全回家，但这次他真的可能就此陨落。他被藤蔓吊在空中，
浑身是血。画眉丸使出最后的力气，斩断了绑着自己的藤蔓。忍者铁的规矩是，遭遇死亡威胁时，尽量凝聚生命中的那把火，力求在临死前尽可能多地打击敌人。但即使是他最后的挣扎，对天仙也是无伤大雅。天仙正准备结束画眉丸的生命，小女孩突然间出现了，她使出全力爆发出一个防护罩，护送画眉丸一起跳下悬崖。天仙恢复了本来面目，可能是因为认出了小女孩，也可能是之前受的伤太重，她并没有追下来。等到画眉丸醒来，小女孩因为耗尽力气还在昏睡，她自己也快撑不住了。就在这时，剑龙带着不怀好意走过来，这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，无形无质不留痕迹，能内外兼修地摧毁对手。即使是武力超群的画眉丸，也被打得半死不活。这种力量叫做气，是天仙独有的。没有气的攻击，对天仙来说就像是轻抚，根本无法造成伤害。正当画眉丸快要被砍杀，小女孩没动用了气的力量，把她从天仙手下救出。不过两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画眉丸几乎崩溃，眉也昏了过去。正是这时，他们遇到了剑龙和斩首人复之。看着对方那副吃人的模样，画眉丸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两个顶尖高手的对决，光看一个动作就能知道胜负。他们看到的结局是两败俱伤。画眉丸此刻只想夺回仙药，于是提出了结盟的提议。因为天仙的实力实在太强，剑龙拔剑试探了一下，结果让他大失所望。传说中的杀人机器竟然低头了，真是没意思极了。画眉丸把与天仙的战斗说了一遍，剑龙从轻视变得严肃，他一直在找这样的对手。值得他出剑的对手还有斩首人复之，对不死生物也挺感兴趣的。三个人马上就打成一片，组成了干掉天仙的小队。画眉丸转头看向小女孩，一看吓了一跳，原来只有4、5岁的小女孩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。画眉丸激动地抱住了她，向她询问仙药和天仙的消息。战胜天仙的力量叫做气，这力量能把烂泥变黄金，纵使失去了双眼，单凭气就能感知周遭的一切，这比用眼睛看更直接，感知不仅更敏锐，身体功能也会变强。不过气的力量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要感知气的流动，需要保持在愤怒和平静之间，感受身体的动静，阴阳的交替，这力量只能意会不可言传。这时画眉丸这边汇聚了许多妖怪，剑龙为了快速掌握气，竟然直接把眉扛在肩上，打算实战中学习气的运用。与自信满满的剑龙不同，画眉丸隐约感到了危险。同时黄毛兄弟居然还没变成养分，正沿着藤蔓一点点往上爬。在之前和天仙的战斗中，他的身体从上半身开始恢复，而非从心脏或者头部，所以黄毛猜测他们的弱点可能在躯干中部。就在这时，一位道士悄悄出现了，他是奉天仙之命来的，来检查洞穴情况。与岛上那些笨蛋不同，道士是天仙的直接弟子，为天仙服务是他的责任。虽然不知道来者是谁，但黄毛没想那么多，直接冲上去开打。可能是道士小看了黄毛，竟被黄毛硬生生扯断了一条胳膊。道士还以为黄毛有气的力量，吓得赶紧拉开了距离，随口就召来了一堆灶神。黄毛的弟弟也不是好惹的，能这么快当上斩首大将，对付灶神自然是小菜一碟。道士这时候开始小心翼翼，从气的角度看黄毛确实厉害，但身体明显已经累坏了。道士还发现了黄毛根本没掌握气，没掌握气的黄毛不值一提。黄毛的攻击看似狠，其实一点用都没有，道士马上就能恢复。反倒是他，道士靠气的视角能轻松预测黄毛的动作，气乱的地方就是他的死穴。道士跪地求双修，因为他是稀有的纯阴体，在这极乐世界，天仙的不死之力叫做气。所谓的气存在于一切事物中，一些人也能触摸到气的边缘。真正提升气的有5种方法：倒引胎息、守一周天和房中术。房中术就是阴阳调和，万物都有阴阳两极，气的强弱与阴阳平衡有关，两极气平衡，气自然更强。天仙就是这么修行的，本来就是阴阳合体，自己就能完成阴阳循环，数千年的积累让天仙强大无比。道士是他们的亲传弟子，不像岛上的其他怪物那么愚笨，可是缺少阴气修炼，没有完美的纯阴之体，所以道士想带梅回去。小女孩原本和天仙一样，却被当成只有阴气的次品，梅因此被赶出城。天仙给了她2个选择，自裁或帮忙。第2个选择是留下来帮道士修行。画眉丸终于懂了，为什么他总是小心谨慎，他本来就是纯爱战神，这种事他最受不了，立刻爆发出超强气场，准备开打。道士们感受到画眉丸的强劲，直接使出了绝招，变身成人鬼混合的怪物。看到那只让他失去一臂的蝴蝶，剑龙大哥怎能忍住，拔剑向蝴蝶群砍去。蝴蝶群瞬间散开，剑龙躲开了他们的攻击，但还是不小心吸了蝴蝶的灵粉，头脑立刻变迟钝。画眉丸那边战斗更热烈，尽管他的攻击带活法师，打在对方身上还是没啥感觉。对方的带气攻击让画眉丸没法还手，蝶群又向他们扑过来。
画眉丸一口气吐出火墙，暂时把战场分隔开。这时画眉丸意识到没掌握气根本打不过他们。这时梅和复之走了过来，原来他已经明白梅的意图，想要真正看懂气心里的强弱的平衡。女孩赶紧拉住画眉丸的手，想让他直观感受气的流动。就在这一刻，画眉丸似乎抓到了什么，转身向敌人走去。这时的他完全变了个人，道士的攻击连衣服都碰不到。没错，他已经掌握了气，也许早在石隐村时他就已经学会了这招，只是自己不知道。现在的画眉丸清晰感觉到周围的气，面对快速的巨拳，画眉丸没动，只是轻轻贴手到对方拳头。下一秒，道士的手臂直接爆了。这一幕让他们全部震惊，虽然不愿承认，但画眉丸用的确实是气的力量，气的浓度甚至超过了修炼1000年的天仙。画眉丸连续踢出2脚，干净利索解决了战斗。此时这边已是血染大地，黄毛那边完全是单方面的碾压，道士轻易就捏碎了他的喉咙，但本应死掉的黄毛突然站起来了。碎裂的喉咙也恢复如初，脖子上竟然也有和梅伤口相同的花纹。道士猜想在洞穴里的时候，鲜花可能融入了他的体内，这就是黄毛获得这种能力的原因。他还没来得及深思，黄毛突然使出了气的力量，瞬间秒杀了盗土，一击便让数人头身分离。这就是天仙的真实实力。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女忍者已被天仙抓住。其实所谓的不老不死药，只是他故意放出的假消息，目的是吸引外岛人前来送命。眼前的江户正是这些外人，趁他讲话的空隙，女忍者偷偷使用了替身术，成功逃脱的同时，还把天仙砍成10几块。可就在下一秒，天仙立刻满血复活，毫发无损地站在他们面前。随后他命令江户攻击女忍者，没想到竟然能看见气的流动。天仙见他天赋如此卓越，心生爱才之情，邀请他成为他的修炼伴侣。暗恋女忍者的仙太听到这话，直接拔剑斩断天仙4肢。女忍见状马上喝下秘药，她身上立刻冒出大量粘液，这是杠的忍术，能把喝下的任何液体在体表代谢出来。虽然每条丝线都带毒，但还是没起到作用。漫天枝条乱舞，天仙的身体立刻恢复如初。在不断交手中，天仙找准机会再次捉住女忍者。仙太本想救她，但对天仙来说，未能掌握气的敌人根本伤不到她。就在这时候，左切突然从后面偷袭，但结果依旧没变。天仙能预知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既然这样，左切索性不再思考，直接把刀扔向天仙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地上的树人大喊砍向他的丹田，那是力量的核心，只要把它砍碎，天仙也就无法复原了。但很遗憾，左切的力量太弱，即使砍对了位置也伤不了他多少。天仙以为自己赢定了，左切开始深呼吸，预知呼吸元武。天仙意识到了危险，左切的刀已经击中他。这一刻，天仙竟然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，但他并不生气，反而更加兴奋。他对此很感兴趣，这种奇怪的力量能炼出什么丹药？正在这紧要关头，女忍者用粘液把天仙束缚，左切正要挥刀，却被天仙一口气弹开，周围的江户被仙太砍成碎片。天仙试图挣脱束缚，直接咬断了自己的手臂，但在3人的联手下，不多时他就被砍断了4肢。左切准备给出致命一击，天仙破碎的身体突然飞上天空，这也是运用气的一种方式，控制空气可以创造立足之地。天仙开始无差别攻击，向数十台机关枪开火，对着地面进行轰炸。左切因过度使用呼吸法，流出大量鼻血，这是生命力透支的标志。杠的粘液再次缠绕天仙，不管他怎么攻击都不松手。小小的身体爆发出强大的斗志，最终将天仙整个拉下来。时机一到，仙太突然偷袭天仙，然后紧紧控制住他。左切这时候动了，一刀直接砍断天仙的丹田，结束了他所有的生命力。看着天仙倒地不起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难以想象还有6个这样可怕的存在。几人正在谈话，不知何时地面长满了鲜花。杠一发现鲜花突然发起攻击，仙太用身体挡住了，只一瞬间，他被同化成了鲜花怪，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。能死在心爱之人怀里，或许对他是一种解脱。这就是天仙的杀手锏，转化成怪物的尸鬼锏。看到眼前这幕，他们完全提不起战斗欲，这场战斗无疑是送死。当他们放弃抵抗，最强的斩首人出现了。他是我见过的最强斩首人，虽然身体被天仙同化，依然能切断鲜花的生命力。天仙展现出完全踢的护鬼解。当2人即将被杀时，斩首人是远像神一样出现，及时救了他们。在岛上这几天，他经历了无数次战斗，终于找到杀死天仙的方法，那就是气。人类的气源自同根，但能克制天仙的气，只要把气聚集到一点，就能有效攻击天仙。感受到视远的力量，天仙立刻使用群体技能，无数气凝成尖刺，覆盖式射向众人。但视远身法极快，还用烟雾遮掩身影，一脚就把天仙踢翻。这次天仙伤势未能复原，众人觉得终于有希望了。视远身上意外长出了很多鲜花，在那一瞬间，他把这些鲜花连同血肉一起展开，顿时血流如注。左切看到这情况，决定过去帮忙。女忍者杠虽然没参战，但还是用粘液为他们弄了保护罩，这下他们就不用担心被同化了。
三人迅速商量好接下来的行动。左切负责前面掩护，世元打算从背后偷袭天仙。经过这场长久的战斗，可能左切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但他已经能感觉到气的流动了。他凭本能就能躲避攻击。天仙虽然知道他们的计划，但还是挡不住世远出色的个人能力，一会儿功夫就把他的双腿砍断了。天仙的再生能力也越来越差。这边世远因为失血太多，身体已经快撑不住了，但他没有打算停手，决定拼尽一切，哪怕是自己的生命，他不能再逃避，即使战死也要挥出最强的一刀。在左切的掩护下，世远终于接近了天仙，他把全部气力都注入刀中，把自己的生命力也放进去。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攻击，把一切都赌在这一刀上。就在他要砍下去的时候，世远突然停下了，因为他直觉告诉他，腰部可能不是天仙的弱点，但他已没有时间去想太多。看到攻击快要来了，仙太大着急地砍向他的胚珠。对植物而言，胚珠就是养分集中的地方，相当于人的丹田。世远毫不犹豫，挥刀直接砍向天仙的胚珠。果然，这里就是他的命门。在世远的豁出去的攻击下，他们终于解决了这位天仙，但代价也非常惨重。世远伤得很重，仙太牺牲了。就在这一刻，左切终于懂了，在这座岛上存活下来才是最关键的。然后几个人去小屋里休整，世远把他了解的情报都告诉了大家。第一个是关于气的，它基本上是个人的生命力，虽然能得到很强的力量，但用气的副作用不只是感到累，身体也会受到影响，严重时甚至可能失去记忆。话没完，现在就是这种情况，他忘了所有的记忆，甚至包括他深爱的妻子。他只记得自己是食影中的一员，没人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活下来，能不能再见到他的妻子。故事走到了尾声。